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 今天继续和各位分享多一期装机的内容，不过这一次是装给工作室内的剪辑师使用。在今年初的时候，工作室就新加入了一位后期剪辑师，因此今年开始绝大部分的节目都是由他操刀剪辑完成的。不过由于早在去年我就将拍摄规格升级到了 4K H.265 的规格，而他目前正在使用的电脑是从他家中搬来的，是 AMD Ryzen 9 5900X 外加 RTX 3060 Ti 的配置规格。这套配置虽然到今天依然不弱，但奈何 5900X 没有核显提供编解码， RTX 3060 Ti 也不支持 H.265 硬件编码功能，导致目前进行 4K H.265 规格的素材剪辑会显得格外吃力。然后碰巧的马来西亚华硕也找上了我，给我提供了一整套的 Pro Art 创作者系列硬件，刚好也非常符合剪辑师的需求路线，于是我们就达成一致共识，有了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刚好顺带兑现去年一直给大家挖下的全黑高性能主机的坑。华硕 Pro Art 系列主打为创作者定制，其本身的设计元素主打一个简约与低调的感觉，同时也尽可能的提供一些符合创作者需求的功能与体验，像是高色彩显示的显示器以及多扩展功能的主板等。而这一次我是从马来西亚华硕那顺来了一整套的华硕 Pro Art 全家桶硬件，其中就包括了主板、显卡、机箱以及散热器。那么今天就来好好给各位介绍这些硬件。首先是主板是 Pro Art B760 Creda D4，可能会有观众好奇为何不直接选择 Pro Art G790 Creda Wi-Fi，其实我是真想用上那块主板的，但马来西亚华硕就是不给我。但奈何 G790 Creda Wi-Fi 在马来西亚暂时无货，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补货，加上过阵子就会有非常多的视频影片剪辑的需求，因此就索性暂时用着这一块 B760 Creda D4 先顶着，等 G790 Creda Wi-Fi 有货了再更换好了。Pro Art B760 Creda D4 采用了传统的 Pro Art 设计语言，是全黑的底色搭配上金色线条的点缀，看起来低调内敛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质感外观。主板前置接口给到了一组 USB 3.0A 口以及一个支持 20G 的 USB-C 口，同时也支持3个 M.2 接口，并且都是能支持最长22110规格的 M.2 SSD。后置 I/O 接口给到了8个 USB-A 口和1个 USB-C 口。按照 B760 芯片本身的扩展能力来说，这块 Pro Art B760 Creda D4 已经几乎把扩展功能给拉满了。另外支持4条 DDR4 的记忆体内存，对于手上依然握着不少 DDR4 记忆体内存库存的人来说，这张 B760 Creda D4 算得上是目前所有 Pro Art 系列主板里的最佳选择了。接着是显卡，显卡是 Pro Art RTX 4080 Super 16G， 外观和我前阵子不断入镜的 Pro Art RTX 4080基本是一模一样的，采用的也是 Pro Art 系列的纯黑色底色搭配金色线条设计。另外 Pro Art 系列显卡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特点，那就是相比起其他常规同型号的显卡， Pro Art 系列的显卡体积会更加的紧凑一些，但同时保留了上风扇的设计，瘦长的体积让它的外形显得极为独特，加上 Pro Art 设计语言的高耐看性，即便它不自带任何的灯光，相信也会吸引到不少对它有兴趣的玩家。另外要重点说明的 Pro Art 系列的主板和显卡在购买的同时，每件产品是可以免费获得 Adobe CC 最多3个月的使用权限。如此一来，一套主板和显卡最多就能够获得6个月的免费使用权限。对于有 Adobe 软件使用需求的用户来说，主板和显卡本身的购买价值就会高出了不少。再来是散热器，是这一款 Pro Art LC420 水冷。Pro Art LC420 水冷提供了完整的6年保修，比起常规使用3把12厘米风扇的360水冷，Pro Art LC420 采用了3把14厘米风扇组合成的420水冷，并且依然使用猫头鹰 Notua 家的工业风扇 IPPC 2000A14，纯黑的风扇外观也和 Pro Art 本身的设计相当契合。水冷头采用了高质感的方形金属冷头，外观也仅有中间细细的一条灯光展示，可以通过连接上 USB 接口后，使用华硕自家的 Augmented Create 软件来进行灯光显示设置。整体的冷头外观没有过多花俏的设计，这对于喜欢内敛低调设计的外形玩家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外观的吸引力还是很不错的。底座采用了大面积的全铜设计，一定程度可以有效的覆盖完 CPU 的顶盖，以达到更好的散热性能。当然，我觉得不少观众会非常期待这款 Pro Art LC420 水冷对比常规的360水冷，又或是其他420水冷的竞品。
它的表现又会是如何的呢？放心吧，等我忙完之后，一连串的工作和活动后，就会给各位着手制作。因此，还恳请各位乡亲父老，不要浪费你们手中的点赞来支持这一期节目。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最后一个硬件是我觉得在这4款 Pro R 系列产品里最吸引我，也是让我最满意的产品，那就是 Pro R PA602机箱。关于这款机箱的详细介绍，网上就有了不少，而这里就只是简单的概括它的特点。其中一个我个人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就是机箱前脸搭配上的2把超大的20厘米风扇，这对于内部的进气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再来就是机箱各处存在非常多细心与体验良好的设计，像是侧板采用了这类推拉的卡扣设计，包括前脸的盖板也是一样的。备舱的理线空间足够且分布合理，还有自带的这一个风扇集线器，也能很好的整理风扇接线。另外，既然是 Pro R 创作者系列产品，对于创作者的需求功能也提供的非常到位。前置接口就给到了一共4个 USB-A 口和1个 USB-C 口。备舱的额外硬盘支持数量能够达到最多5个2.5寸硬盘和4个3.5寸硬盘的支持，这对于内容创作者的需求来说也已经相当足够了。和各位介绍完本次所有的 Pro R 系列产品，我这边也列出整套主机的其他配置硬件选择。另外这一次其实是只搞到了主机相关的硬件，而 Pro R 系列的外设产品我并没有搞到。比如我心目中最渴望的 Pro R PA32UC SR， 这点还是比较可惜的。希望日后有朝一日能够入手体验一下。介绍完所有的硬件后，接下来就是来和各位展示整套主机装好后的样子了。关于 i7-14700K 与 RTX 4080 Super 的性能，网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分享。然后由于在制作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就是正好去放假了，加上碍于节目时长的关系，以及主板之后还得换成 G790 Creator， 我这里就不演示这台主机实际进行视频影片剪辑的体验了。反正肯定就是比之前那一套 5900F 搭配 RTX 3060 Ti 绝对有着明显的质变提升就是了。倒是目前因为是暂时使用这一块 B760 的主板，所以需要进行手动 CEP 降压调整才能有较好的使用体验。在主板全默认仅开启 SMP 的情况下，默认是锁定最高250瓦的功耗，而这时候的 Cinebench R23 的全核保分已经有33000分左右。虽然没触发 CEP 机制，但这也无法完整发挥 i7-14700K 的性能。于是第一步得解锁功耗墙上限，在主板BIOS内解锁功耗墙后，再次进行 Cinebench R23 的全核跑分测试。分数来到了正常的34900分，但 CPU Backcache 温度和功耗却暴涨到了100度和340瓦。而进行 IDA64 FPU 单烤3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的平均软显温度来到了100度，平均软显功耗则是在325瓦。这时候 ROG 雷神2代电源自带的输入端功耗显示为470瓦，这个成绩显然是不够理想的。于是，在搭配最新支持123 HW 码的2202版本 BIOS， 并在 BIOS 内关闭 CEP 的功能限制，同时开启 Level 4的防掉压以及手动调整电压为 1.35 伏，最终再次进行 Cinebench R23 的全核心跑分测试。此时的分数来到了35697分 ，CPU Backcache 的温度和功耗为71度和260瓦。相比起默认解锁功耗墙的场景下，温度低了29度，功耗低了80瓦。然后再次进行30分钟的 IDA64 FPU 单烤测试，这时候 CPU Backcache 的平均温度为77度，低了23度，平均功耗则是264瓦，低了60瓦。电端的输入功耗显示则是350瓦，低了足足120瓦的输入端功耗。此外，我也测试了这张 Pro R RTX 4080 Super 的散热性能表现，在进行了 FUMA 2压力测试20分钟后，显卡的核心温度为65度，热点温度和显存温度则是75度和66度。此时的显卡风扇转速仅有 52% 的1680 RPM， 非常的安静。但上述的这些测试都是在风扇全满速状态下进行的，在进行测试时，整台主机的噪音已经来到了55分贝，而既然是要作为后期剪辑用途，长时间的使用下也必须确保噪音在非常不错的水平下进行。于是我就手动进行了风扇转速的曲线调整，将最高转速控制在不超过 40%。在这个模式下进行各种压力测试，而最大的噪音表现也就只有41分贝左右。当然，为了给各位能够直观感受得到噪音的差异，这里我也放出2种模式下的噪音演示对比。
而作为温度表现对比，进行 Cinebench R23跑分保持相同的性能表现下 ，CPU Backcache 的温度为75度，对比满速状态温度上升了4度。切换到 IDA64 FPU 单稿测试 ，CPU Backcache 的平均温度则是86度，相比起满速状态温度上升了平均9度。最后是显卡负 Mark 2压力测试，此时的核心、热点以及显存温度分别为68度、79度和68度。对比满速状态下，则是个别提升了3度、4度和2度。测试时的显卡风扇转速落在 58%，1870 RPM， 相比起满速状态下提升了110 RPM。虽然控制风扇转速后，整体的满载温度有着明显的上涨，但最终的温度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考虑到换来如此明显的噪音改善，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甚至如果再花时间做微调，我觉得是能够在稍微提升一点点噪音水平的同时，将温度表现控制在和满速模式下相近的水平。最后来给各位简单做个总结，我个人觉得华硕 Pro R 系列产品会是不少创作者所梦寐以求的产品之一。即便是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硬件的我，对于这种既简单又高格调的产品外观，还是被深深的吸引着。更不用说，部分相关产品也针对创作者的使用场景做了非常多的优化与契合，明显是和 ROG 玩转国度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与路线。只是 Pro R 系列的产品选择还是较少了一些，比如没有 MATS 规格的主板。虽然与机箱款式目前也仅有一款，在选择与搭配自由度上，相较于产品线早已成熟的 ROG 系列还是有一点距离。再来，明明在 Pro R 显示器款式上是有银色外观的款式，但主机系列的硬件就全都是纯黑的设计。对于想要组建一套银白色外观，却又想要贴近创作者需求与风格的主机，Pro R 系列目前就没有这一类的选项，不像 ROG 系列那样既有黑色也有白色的选项。当然，上述只是我个人主观的认为 Pro R 系列产品还能再改进的地方。就目前现有的状况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目前 Pro R 众多的产品线，只是觉得如果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搭配，那就更好了。那这套主机将来就要交给工作室的剪辑师使用了，希望接下来它生产的视频影片的效率可以变得更加的快，不会再给出电脑卡顿、剪辑不够流畅导致拖慢的借口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华硕 Pro R 系列装机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马来西亚华硕对于本期节目的赞助，同时也少不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本期节目的内容。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